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们读书会每周日晚上讲一集，这样经过3年半的时间了哦。今晚是第184集呀。回首来时路啊，我们没有轻易中断过一集哦。很感恩有这么多的有缘的人，每周都在这个灵山法会上呢温馨相聚。这些有缘的人跟有心人，不只是慈济的法亲，也有慧众大德，更还有在念小学的小菩萨哦。其实我们读书会的分享，即使是在开车，您是在开车，一边开一边听，或者您在做环保，一边做环保一边听或者在运动一边快走，一边练身一边练心，也都能清楚入耳没有艰深难懂的用词遣字。因为我们把所有分享的道理用最浅显易懂的文字来讲来表述，所以连小学生都可以跟着阿嬷一起来读书然而也不要因为用词浅淡而低估它哦。虽然容易听懂但要做到也不是简单哦。好，我们来言归正传。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圈子不同，不必强融其实也可以说了，层次不同，何必强融也是可以的意思都差不多。孔子讲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很会跟人家跟大家合群而小人呢只会结党营私不过孔子也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是说，跟别人的观念想法歧见太深的时候呢，不要跟他讨论或商量事情，不要勉强。那前一句讲要合群，那后一句又讲道不同的话就不跟你讨论了。那这样到底要怎么去合呢？那这2句话是不是有矛盾呢？我们慢慢来解释这2句话是没有矛盾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有2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实现理想的道路有很多条，然而条条道路是通罗马。虽然大家走的路不一样，但是到达的目标是一样的，只是每个人用的方法跟走的路不一样而已嘛，没有对错好坏之分这就是学佛法门讲的84000法门，每一条都是成佛之道叫做殊途同归啦意思是这样子啦。那第2个解释是什么？当理念或志向不同的人凑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会很难做事情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各走各的路想法理念不同，不要勉强凑合。那第一个解释是，虽然道不同，但是最后都到达同一个目标嘛那第2个解释是，因为道不同，所以大家呢各奔前程。2个版本的解释是相差很大的哦。那我们现代的人呢，是倾向于后面这个说法，也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啦，我走我的独木桥啦，我们河水不犯井水啦，变成彼此的目标是不同的哦。所以孔子虽然说君子群而不党，但是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意思是说，君子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中能够与别人保持一定的和谐友善的关系能跟别人和睦相处，也能很合群。但是在针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呢，却不会随便苟同于别人，他有他自己独立思考跟判断的智慧。因此君子他不会人云亦云盲从附和，他不会。那小人就不一样了，小人没有自己的主见，他习惯于怎么样阿谀逢迎去附和别人的言论甚至拍马屁都会但是在自己内心深处却没有抱着和谐友善的态度心中不是这么想所以孔子才会说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这个意思。在人群中或团体中，对于理念不同的人，有人会觉得在以大局为重的前提下，应该兼容并蓄甚至要委曲求全
这样也没有错啦。但是如果问题是事关大原则、大方向啊，那这个时候就不能这样子做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和而不同哦，也就是不能盲从附和哦。那这个在任何团体，甚至是修行团体里面也是一样啊，是一门大学问呢。修行团体讲的是以法为师，以法为依归，依法不依人呐，以法为最高指导原则嘛。然而也不能太强调或坚持这个出世间法、真实法，而死骨不化，死搬教条，以自己的标准当标准啊，自命清高啊，偏偏认为啊，我不能跟你们大家同流合污啦啊，因此呢啊，就离开人群或团体啊，这样就会落入法则之行啊，这样也是一种用法的不圆融，就不好哦。因为佛法也是不离世间法嘛，那出世的精神跟入世的工作都要兼顾啊，也就是真实法跟方便法都要兼顾啊，才能圆融无碍嘛，啊，就是宗门跟法脉两个都要兼顾的意思啦，双轨并行嘛。相反的，也不能因为要迎合大众而落入俗套，变成媚俗啦，甚至造成不如法都会哦。所以正言上人才会提醒慈禧人说，隐恶扬善虽然是一种美德啊，但如果因此而是非善恶分不清，这样就很要不得。这句开始啊，言下之意就是分寸要拿捏的恰到好处啊，过犹不及了啊，这也是一门大学问啊。所以人群中做事有时要群而不党啊，要很合群。但有时也要和而不同哦。虽然我很合群，但没有盲从附和你们哦。这个之间的分寸也要拿捏得很好。同样的道理啊，做人有时候要随方就圆呐，啊，都对人很随和啦，很圆融啦，啊，但也要同时保有外圆内方哦，啊，自己内心有自己的原则哦，不会和稀泥哦。这个方就是指自己的原则跟主见呢，啊，不会轻易被不正之见呢、不正的知见呢所摆布、所影响，很圆融，但也很有原则的意思啦。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失去圆融的原则，也会同时让人失去威德。那这句话非常的好，变成烂好人呐、也就是乡愿呐。所以孔子才会讲乡愿得之贼也嘛，意思是说一个失去原则的好先生，其实这也是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呐。这句话也是很让人警惕啊，原则跟圆融都要兼顾的意思了。那正言上人开始说，人可以不为自己，但不能没有自己。那这句话开始很好，它启示我们，虽然在人群中啊，合群也和睦相处都很重要，但也不能没有主见跟原则，也就是指坚持己志的意思啦。一门深入，一心一志，努力精进，守之不动啊，这个是坚持己志，但不能坚持己见。坚持己见不一定会把路走绝啦，但肯定会把路越走越窄，因为坚持己见的人是目中无人呐，心中只有自己啊，也认为自己最，也认为只有自己最懂、最行、最厉害，因此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想法跟意见啊。这样子的人，因为身着我见，所以大法难投，也因为心门不开，所以正法难入。因此呢，有这种心态的人呢，就无法广结善缘呐，所以也会缺少助缘，而大事难成呐。要实现理想或达到目标，不是靠个人的坚持己见，正言上人也没有这样子做啊，而是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尤其身为领众者，更需要学习集思广益、广纳雅言呐，而且自己也要能够不耻下问，以能问于不能。
因为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啊，以这样子谦卑虚心的涵养去做事情，比较容易呢因缘和合而圆满成就了。有一个寓言故事，它是这样子讲了哈：一只青蛙跟一只老鼠啊，结为好朋友了。他们为了一生一世能够活在一起啊，生活在一起啊，那就把彼此的双脚呢绑在一起啊，这样就不会再分开了嘛。那刚开始呢，他们生活得很快乐哦，每天吃谷子啊，晒晒太阳啊，如胶似漆啊。但后来青蛙决定回到水里生活，也带着老鼠一起呀。那青蛙回到水里之后很开心啊，但老鼠却很可怜啊，因为老鼠不会游泳啊，淹死的啊。那这个时候呢，被天上的老鹰发现了。就这样，老鹰要吃这个老鼠嘛，但因为脚绑在一起啊，跟青蛙啊，所以青蛙跟老鼠都变成老鹰的食物了，盘中餐呐。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啊。青蛙跟老鼠本来就是生活在两个不一样的世界嘛。硬要一起生活，反而害人害己。人也是一样啊，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啊，都有看不透的心。我们不必费心去猜别人，融不入的圈子不需要努力去强融啦，勉强去合他的意思啦。不必要的社交，那不如独处啊。其实我们一生短暂啊，精力也很有限啊。赶快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啊，不要盲目从众，这样才能活出自我啦。如果仅仅是为了合群而去合群呢，这样反而会让我们的生活负担呢变得更加的沉重啊。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好处啊。以前我们读书会有一集是讲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嘛，意思就是啊，该群聚的时候我们就与众相处啊。那该自修的时候，就要怎么样？就要自己独处啦。有时候呢，合群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哦。有时候孤独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哦。当我们不再盲目的合群，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会因此过得更加自在啊！与其费尽心思去融入别人的圈子，战战兢兢的在乎别人的眼光，不如坦荡荡做自己啊！身边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人，那倒不如独处来的自在。有时候呢，处在孤独跟寂寞反而是一种享受。有在学佛的人对这句话应该都很有体会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古时候呢，有位全国著名的棋手啊，有一天呢，他在院子里面呢钻研这个棋局啊，那有人呢前来拜访他，就问他了，就说了：“听说你是世界上最懂围棋的人，请问你能看出这个棋盒里面呢有几枚棋子吗？”这个棋手当然是内行人啊，他笑了笑说：“哎呀，简单，黑子181枚啊，白子180枚，总共361枚了。”谁知道这个对方呢反驳道：“不对，只有360枚而已。”然后从他的手中拿出一枚事先藏着的一枚棋子啊，要羞辱啊，要羞辱这个棋手啊。那棋手的学生认为，哎，这个人是来侮辱我们老师呢，就跟他吵起来了，声音越吵越大啊。这个时候，这个棋手呢，观察那一个人一阵子之后，就说了：“哎呀，你是对的啦，其实是我能力不足啦。”那这个人就说：“哈哈哈，我赢你的啦！”啊，心满意足的就离开了。那学生就很愤怒，问这个棋手啊，明明他是上门来踢馆的呢，根本对方是无理取闹啊！老师，你凭什么要认错呢？这位棋手对他的学生说啊：“既然你知道他是来无理取闹的，为什么还要理他呢？如果你不让他满意，争个3天3夜，他也不会走啦，反而浪费了时间呐。”所以这位棋手的结论是什么？
面对层次不同的人，不需要跟他争辩啦。同样的道理，前几天而已啦，有一位志工啊，传赖给我啊，私赖给我了，他说他收到有人在他的群组里面呢，散发诽谤慈济的言论呢。那群组里面很多志工担心这样子言论对慈济造成伤害，请他来问我怎么回复或做出解释比较好。他想回复他的意思啦，那我跟他说慈济在台湾已经成立58年了啦，快60年了，在台湾也好，在国际上也好，做了很多回馈台湾跟回馈国际社会的慈善救援人道的一个救援工作啊。上个月在台北小巨蛋，我们刚办完了11场的无量义法随颂的这个经藏演绎啊，其实就是58年来慈济在台湾跟全球所作所为的浓缩版，也就是真人真事透过经藏演绎的方式呢搬上舞台啊，这些就是为了时代做见证啊，为人类写历史啊。那这几年呢，慈济跟全台湾22个县市政府签署合作共善的备忘录，结合慈济跟县市政府的资源，以1+1大于2的概念呢，对全台湾的弱势族群、偏乡孩童以及老人的长照、日照等等这些慈善工作呢，它的政策呢，做出全方位的配合政府啦。那很多慈济建师堂跟会所现在都规划出空间来做长照跟日照的服务啊。目前这样子的据点有215个数量还在增加之中啊。那我就跟这位志工讲你不要担心这种妖言惑众跟夜叉邪魔的言论会伤害到慈济。慈济在广大的台湾人心目中自有公断，不只是台湾政府认同海外的国际社会给我们肯定如果有人不了解或误解的，而他也愿意听我们解释的，我们会好好跟他解释。但如果像这种无的放矢、抹黑造谣、为反对而反对的人呢，你再怎么跟他解释，他就是选择听不懂。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能道不同不相为谋就跟被狗追的道理是一样嘛，不理他才是上策就像刚刚这位棋手讲的既然你知道他是来无理取闹的，为什么还要理他呢？一样的道理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主题讲的圈子不同不必强融啦，也可以说层次不同何必强融。其实老师讲了，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二声以前我们读书会有讲过一个主题叫做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嘛，不是吗？就是这个意思嘛。修行如果要让眼根及耳根清净的话呢，就要懂得远离这种恶色跟恶声离不了的或经常会听到的，我们也要学习于心无事，于事无心的功夫啦。简单讲就是听听就好，看看就好啦，不必放在心上，就跟他纠缠一起啦，不必理会。那我就跟这位志工讲了，这是不实言论，会误导人心，污染人心。我们不但不看，也不要去助纣为虐，再去转传。你不理他，他对你就产生不了作用你理他，他就对你产生作用所以不理他才是上策这是最近才发生的一件事情社会上的人呢是形形色色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跟我们最亲近的除了父母之外呢，就是朋友嘛。然而朋友很多，却不如贵人一个。朋友那么多，但能够坦然深交的、很知心的也没几个啦，对不对？人生旅途中所碰到的人来来往往，哪一个可以深交，哪一个要保持距离的，这个都是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呢画一道分界线这样才是什么应对进退呢了了分明也才不会造成进退取舍呢失据。所以层次不同，何必强融呢？那圣经中也有一句话讲到尽快同意反对你的人，
只要自己是对的，面对那些无端指责，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啦，也是很有道理啊。那卡内基所说的，想要在争论中获胜的唯一方法，就是避免争论呐。你不要去争，就没有那些问题了嘛。明知无法战胜对方本质上的狭隘，而进行争辩呢，这样只会耗损我们的精神呢。这个时候不如不争不辩呢，因为层次相差太多，是争不出结果的。对啊，《道德经》里面也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呐。真有智慧的人呐，很少与人争辩的。毕竟层次不同，解释再多也是没有用嘛。那《庄子·天道》这本书里面也有一则故事啊，很好。士承启啊，他是一个人名呐哈。士承启啊，爱慕玄虚啊，四处呢参师访友啊，一心想要有所收获啊。有一次呢，他来拜见这个老子看到老子呢其貌不扬啊，住的地方又乱七八糟的，他就对老子说了：“听说你是个圣人呐，我千辛万苦从很远的地方来找你啊，简直让我大失所望啊！你看看你的宅院里啊，老鼠洞旁边的泥块还夹杂着食物、粮食，这就是为富不仁的做法。我看你就跟老鼠一样啊！”这样讲老子哦，老子也没有看士承启一眼啊，如如不动，没有说一句话，都没有任何反应。几年后呢，这个士承启啊，他学有所成啊，那回想起自己当初对老子是孔子的老师这个对老子的言行态度，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啊，感觉是很羞愧啊。于是呢，就去找这个老子道歉了。老子就跟他说啊：“你骂我是猪、是狗、是老鼠，又有什么关系啊？这并不影响我啊，也不能改变我啊。”老子心平气和对士承启讲这句话啊，应对功夫更是不输孔子啊，才能做孔子，才是孔子的老师嘛。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改变不同层次的人的看法，特别是那些动不动就见缝插针啊，动辄扣你帽子的、无理取闹的啦、刷存在感的人啊，对他们我们只能够回避或远离，保持距离或一笑置之或不理他，因为你再说下去也是一场无谓的争吵啦。啊，就像刚刚那位志工问我嘛，如何回复那篇诽谤慈济的网络讯息一样嘛？你一回复，道理是可以讲得很清楚的，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他根本就不想听呢，甚至跟你没完没了，因为你做出反应了嘛，你理他了嘛。那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耗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呢？是吗？人生就像在爬山一样啊，站在山顶上的人看到的是云彩、云海，那站在山腰的人看到的是树。站在山脚下的人呢，看到的是什么？是草，所以层次各有不同啊，不可能全部去相容的。有一句话说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长短啊。彼此切磋啊，争高下这个可以，但是不要去跟傻瓜论长短。不同层次的人看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了。再怎么解释也是鸡同鸭讲啦，没有意义的。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配跟我们争辩的。世界上最宝贵的是时间呐，如果时间浪费在错误的人身上啊，是非常不智的选择啦。有些人呢，不把自己的时间当回事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时间对他们也没什么用啊。你如果放下手头的工作、忙碌的工作，去跟他争辩了，无论输赢呢，你都是输家了。所以说，夏虫不可语冰啊，不要跟夏天的虫去讲冬天的故事，也不要跟池塘的鱼讲大海的故事。面对不同圈子跟层次的人，没必要多说。
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别人听不懂，你也讲不清。不过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哦，即使为了要净化人心而采用接地气的方便法，很口语化也好，很生活化也好，也不能方便中失去真实哦。有热闹还要有门道哦，也不能因为要随俗而造成媚俗，不能因为方便而造成随便啊。这个分寸也是要懂得拿捏啊，否则会变成什么？本欲度众生，反被众生度了嘛。这样就变成随波逐流了，而不是力挽狂澜了。所以在社交圈子里面，不一定要强行融入或适应，在社交群体里面呢，还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跟自主性啊。也就是刚上人，也就是刚刚上人正言上人讲的嘛，不能没有自己啊，不必为了迎合某一个特定圈子而改变自己啊，还是要保持真实的自我。其实啊，层次越高的人呢，越懂得要远离4种人呐。哪4种人呢？第一种，不诚实的人呐。诚实是一个人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嘛，也是做人处事的底线嘛。正言上人也常讲啊，诚正信实啊，就是这样的道理啊。不诚实的人一定是利益至上的人呐。有时候即使不是为了利益，他也会把别人告诉他的秘密轻易的说出去哎。所以不诚实的人也不能跟他交往啊，随时会被他出卖啊。那第2种呢？自制力差的人呢？自制力差的人不能跟他交往。这种人对自己没有很好的控制力，所以很容易有很多不良的嗜好。明明知道抽烟喝酒对身体有害，他就是控制不了，不抽不行，不喝不行。这种人也同样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啊，而常常屈服于自己的欲望，被欲望绑架了啦。第3种人是不孝顺的人。一个不孝的人，必定也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对有养育之恩的父母都做不到孝顺，对其他的人同样是做不到感恩嘛。这样的人，他在你成功的时候会对你锦上添花哦，但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不会伸出援手。这种人亲情都不重视的，怎么会重视友情呢？即使有很好的朋友，那也会是利益之交啊。也就是常常会跟坏人结好缘啊，那这就是小人之交甜如蜜啊。好，第4种表里不一的人呢，这种人通常是什么？人前一面，人后一面，刀切豆腐两面光，圆滑得很啊。别人对他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那这种人也通常是善变的人，面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嘴脸哦。对他有益，对他有帮助的人呢，他会很谄媚的去讨好别人，很会攀援、拍马屁的，他甚至也很可能在利益面前呢，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尊严哦。但是也可能1秒钟之前呢，他还在称赞你啊，那1秒钟之后呢，他却在背后说你坏话哦。其实人群中啊，众生百态不难看到这样的人呐，我们自己也是要很警惕啊，因为这不只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一种凡夫的习性。以上这4种人呢，我们都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但是不是排斥他，不是哦，是保持距离啊。那我们有机会，我们也想度化他、教育他、改善他嘛是这样子，但是还是要衡量自己的能力。各位应该会有以下一种经验就是当你遇到一个人呢，他能理解你的处境，也能尊重你的观点跟信仰跟你打成一片让你觉得跟他相处很舒服。但是当你想进一步跟他深入交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总是跟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让你觉得我们跟他好像隔着一层距离大家应该都有碰过这样的人其实这样子的人8成是比你我都聪明很多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谓聪明人在社交方面，
大多数是友善亲切，但不乏距离感呢。因为他们懂得一个道理哦，这个道理就是人脉的关键在于个人的实力，而不是其他。就好像一句话讲的嘛，富在深山有人去啊，穷在隔壁没人来啊。这个就是人际关系的现实面嘛。然而，这种丑陋的人性也不是100%都是这样子哦。像慈济志工们亲手遍布施，默默付出无所求，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在黑暗的角落点一盏灯，在凄寒的路上生一堆火，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走进去。这些都是现实社会里的人性光明跟光辉。所以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急功好利、很现实的，不是这样子啊。但是人群中总是会层次不同嘛，那何必相容呢？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